加盟費動輒幾十萬的茶飲店，到底是誰在賺錢呢？現在開茶飲店門檻已經不是資金了，而是心態。因為2026年的茶飲賽道早就不是10年前那個支個攤就能排队的捡錢年代了。根據红餐產業研究院的數據顯示，2025年全國茶飲店淨減少3.9萬家，頭部品牌瘋狂擠壓，新品牌又此起彼伏的，消費者越來越理性，創業者越來越謹慎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種吃灰的大環境下，反而有一些品牌日子越過越滋潤，開始拼服務、拼賦能、拼真金白銀的讓利。比如益和堂，在大家都覺得平價茶飲只能靠薄利多銷、捲生捲死擠壓加盟商生存空間的時候，他直接把加盟體系徹底重做了一遍。那問題來了，如果現在開一家益和堂，真的還能賺錢嗎？2026年的茶飲市場，那些真正能活得好的品牌都在做同一件事，从收錢变成了给钱，从管理变成了服務。就现在的很多头部品牌都開始瘋狂下沉，以前看不上的社區、鄉鎮，現在成了他們的必爭之地。在這個大變局裡，益和堂是怎麼做的呢？它依然是那個靠一杯益和烤奶和薄荷奶綠就能年售一杯的國民品牌，而它能在2026年喊出青投入局的，正是它徹底變了的地方。現在的茶飲加盟費有多誇張？一些高端茶飲雖然下調了，前期總投資也要大幾十萬，但益和堂2026年的新政簡直像是來砸場子的。根據最新的招商政策，加盟費最高可以全免，再加上首批物料的補貼、裝修的補貼，針對不同店型、商圈、人群都有对應的補貼政策。算下來，首次建店成本比2025年低了一大截。以前的加盟商開個店最怕啥？就怕選址踩坑，怕外賣不會做，管不好庫存。現在益和堂直接給上了 AI 外掛，也就是說2026年全面升級的 AI 選址模型，再加上專業的人工選址团隊，能避開那些看起來人多但就是不停留的假旺鋪。開店之後，總部的外賣代運營團隊會直接接手，壓根不需要加盟商花錢去外面找那些不靠譜的代運營公司，甚至連夫妻店最頭疼的物料管理，現在也有數字化系統幫你做銷量預測、智能訂貨。有了這些政策，加盟商就不用擔心缺貨，也不用擔心備貨太多、過期浪費。而且現在的益和堂正處在衝刺萬店規模的關鍵時期，這就像一家公司準備上市之前的紅利期，為了衝規模、搶市場，益和堂願意拿出最大的誠意來和加盟商共贏。除了精準的選址外，還有品牌的標準化運營管理、門店服務體系、全域營銷賦能以及日常營輔支持，拉升客群消費粘性和複購率，自然就不是難事。再加上益和堂26年新政裡的設備費分期免息、各種補貼等等讓利支持，回本周期迅速縮短，而這正是益和堂積澱14年的優勢與底氣所在。所以加盟費動輒幾十萬的茶飲店真的能賺到錢嗎？其實也未必。看看去年一年有多少家加盟商被材料物料壓死，最後倒閉的，表面上看是賣奶茶，實際上是給品牌方清庫存、清設備。但2026年的益和堂顯然不想走這條路，衝刺萬店不是說說而已。現在的益和堂不再是簡單的放羊，而是真正把加盟商的利益綁在自己身上。因為在衝刺期，只有加盟商賺到錢了，新店才能活下來，他們的品牌才能真正做大。而2026年的茶飲行業洗牌還在繼續，那些靠圈錢生存的品牌會陸續退場，而真正有實力、有擔當的品牌會成為市場的主流。對於創業者來說，現在不是該不該加盟的問題，而是該選誰加盟的問題。茶飲加盟從來都不是坑，坑的是那些只想圈錢的品牌和盲目跟風的創業者。